我有一个工人女的，在仓库里面赚外快养孩子，300块钱就可以上搭。上搭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他以为别人不知道，却不知道仓库里面有闭路电视。这就是2024荣获6届金马奖7项桂冠的电影《老狐狸》，堪称影版《熊爸爸富爸爸》。1990年，台湾的股市经历了大涨大跌，在2年半的时间内，从2000点暴涨到12000点，随后在短短的8个月的时间内跌回了原点。这令11岁廖杰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黑暗前夕的黎明美好而短暂。1989年秋天，当服务生的廖太来下班后，就会带着儿子廖杰在后炉中蹭上一顿晚饭。所以一同回到家中，廖太来心情好时会吹奏一段萨克斯，悠扬的声音楼下就能听到。前来收租的李秘书收到楼下门面房的房租后，便来到了廖杰家收租。他得知廖太来想开理发店后，顺便告知了他牛肉面馆的老板准备年后搬走的消息。廖太来由于囊中羞涩，并没有立刻答应下来。开理发店一直是太太生前的想法，廖太来还在学习技术中，最关键的是他没钱，就连父子俩日常穿的衣服，廖太来为了省钱都得亲自制作。廖杰连做梦都在幻想着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理发店，而买房子一事需要花费廖太来3年的工资才能付得起首付。廖杰每天只能期待着，随着父子俩紧巴巴的过日子。楼下的牛肉面馆的老板每天都会得到一笔不菲的股票的分红。明天还回章？还回章？明天还回章？哎呀，太棒了！廖杰因为穿着父亲自己做的衣服，遭受了同学们的耻笑。然而回到家后，他被父亲拉着试穿了小礼服，便将此事忘到了脑后。廖杰被父亲带着参加了叔叔的婚礼，父亲反常的喝得烂醉如泥。随后他告知了廖杰一个好消息：叔叔股票有赚钱，他要借我们房子的头期款。头期款？嗯，我们可以买房子。哇，买房子，快点！得知可以提前买房子后，廖杰开心地规划起了未来，现在却再次和父子俩开了玩笑。廖太来在下班时发现自行车行的老板在进行大甩卖，他通过询问得知，由于房价暴涨，房东趁机将这间门面房卖掉了，年底就要赶走自行车行的老板离开。这个沉重的消息令廖太来不知该如何面对儿子的询问。只过了1天，买房的梦想就再次落空。这天暴雨倾盆而下，廖杰想要在公厕躲雨，却被欺负他的同学赶了出来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得冒雨躲到了一个小摊旁边。房东老狐狸见状，主动邀请廖杰坐上了自己的豪车。廖杰并不认识老狐狸，现在绑架那么多，你还肯上车，真是特别啊！你会怕我吗？得知对方给司机报出了自家的位置，廖杰还有些震惊。回到家中后，才通过父亲得知了老狐狸的身份。随后父亲还将因为房价上涨买不了房子的事情告知了儿子。廖杰只能无奈地接受了事实。他想让父亲去买股票赚大钱，廖太来却犹豫了。他工作时都有些心不在焉，除了杨小姐因为傍上了大款，每天都会来餐厅消费，甚至还将小费打赏给了廖太来。曾经相约一同去闯荡世界的情侣，却因为现实而各奔东西，连人再次相见都有些恍惚。廖杰此时已下定决心要为房子的事情努力，于是他主动敲开了老狐狸的车窗。我不怕你，你知道你叫老狐狸。老狐狸对面前的男孩产生了一丝兴趣，便招呼着廖杰坐上车。你不怕我？你为什么怕那个长树帮？即便廖杰嘴硬的否认，老狐狸却无情的戳穿，只因为欺负廖杰的同学比他高比他壮，很显然是一件不平等的事情。如果对比武力，廖杰完败，但是老狐狸却给他分享了一个可以反败为胜的故事。我有一个工人女的，在仓库里面赚外快养孩子，300块钱就可以上搭。上搭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他以为别人不知道，却不知道仓库里面有闭路电视。廖杰听得一脸懵逼，他在当老狐狸说起女人的儿子就是欺负他的人时，廖杰瞬间明白了，这并不是一件好事。我们要利用不平，创造不平。有人说不平等不好，大个拜爷，不平等是地图，清清楚楚帮我们指出赢的方向。跟强的人在一起就往上爬，你要跟弱的人混，就往下掉。所有老狐狸便将似懂非懂的廖杰送下了车。廖杰呼吸着湿冷的空气时，才反应过来自己忘记提买房子的事情了。然而他的双腿怎么也追不上疾驰的车辆，廖杰因此有些失落。他独自坐在长椅上等父亲回家。廖太太赶来时，连忙将外套盖在了儿子身上，安慰了他。
两人本来就计划着3年买房子，廖姐只是失落的说了一句不平等，然寒流来袭，父子俩纷纷病倒。廖太来强撑着身体给徐钊请了假后，便让饭馆也请了1天假。很快他也病倒了。当李秘书再来廖姐家收租时，得知廖太来生病后，便主动进门，用湿冷的毛巾帮助她降温，却发现水龙头在不停的滴水。水龙头坏了吗？是啊，慢慢滴水表才不会跑了。这招爸爸说的。李秘书照顾了廖太来后，主动带着廖姐下楼吃饭。廖姐等饭期间，想要趁机请求李秘书帮忙，希望他能让老狐狸卖房子给父亲。然而李秘书也爱莫能助，实在是很难跟你解释这件事情。你看，以前这里的牛肉汤面1碗32元，现在35，东西慢慢变贵是正常的，只是最近不是慢慢，是突然都变很贵。那为什么还有人会买？爸爸说脚踏车好卖了。因为不只有东西突然变贵啊，很多人也突然变很有钱。年幼的廖姐对于通货膨胀的感知，也只有在买不到的房子上面体会到了。由于廖太来持续生着病，李秘书代替他开着老狐狸的豪车，将廖姐接到了老狐狸的豪宅中。廖姐这次直奔主题，不断的请求老狐狸卖给廖太来房子。虽然老狐狸喜欢廖姐，却也不愿做亏本买卖。我跟你讲，买房子是你爸爸的事情，不是你的事情。好，你要不要我教你断绝同情的方法？很简单，3个步骤。第一，喝冰开水。第二，闭上眼睛。第三，告诉自己，干我屁事。廖姐回家的路上，反复思考起了老狐狸的话。廖太太看着老狐狸送儿子回家后，有些不放心的提醒他要远离老狐狸这样的危险人物。他曾经将一个住户搞得妻离子散，然而廖姐的回答只有一句话：干我屁事。圣诞节当天，廖太太在工作时收到了杨小姐送来的圣诞节礼物。她带到家中和儿子分享时，廖姐喜出望外的发现是一台游戏机以及一张唱片。廖太太发现是杨小姐给自己的礼物后，立刻放在了唱片机上，果然是自己最喜欢的音乐。随后廖太来心情大好的带着廖姐下楼，查看了自己送的礼物。廖姐喜出望外的发现竟然是一辆自行车，以后她可以和父亲一起骑着车一同回家了。春节很快来临，新的一年中，廖姐仍旧在饭店写作业时等待着父亲，却听到李秘书和华哥正在密谋地拿走老狐狸投资的一处加油站。李秘书匆匆离开后，华哥发现了隔间的廖姐，因为对方只是小朋友，华哥并没有给他当回事。廖姐匆匆离开后，便找到了正在吃路边摊的老狐狸。老狐狸心情大好的开豪车，带着廖姐去兜风。路过曾经欺负他的3个同学身旁，老狐狸放慢了速度，只是让廖姐向前看。看着同学们厌恶的眼神，廖姐只觉得非常爽。她立刻表示自己以后要成为和老狐狸一样的人。刚才很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害怕。不平等。我是强的这一边。对，你站在强的这一边。我知道一件你不知道的事。与此同时，股市迎来了大震荡，将所有钱投进去的面馆老板一夜之间濒临破产。他喝过酒后就走上了2楼。杨小姐也厌倦了为了金钱出卖尊严的日子，她将华哥送的珠宝全部丢在了地上，换来的却是一顿暴打。老狐狸这边因为李秘书的背叛，第一次对他动了手。随着面馆老板娘回到房间后，发现自己的老伴竟然一时想不开上吊了，警察也因此被惊动。担心儿子害怕的廖太来陪着他睡了一觉后，再来去上班时，发现这台杨小姐点了一桌菜，并未动一口就要离开。廖太来拿起一个糕点丢给了门口的乞丐后，追上了杨小姐，借口送她一程。在即将分离时，杨小姐却不顾一切地吻醒了廖太来。面对曾经的意难平，廖太来给予了热烈的回应，然而一切都回不去了。廖太来赶回家时，发现李秘书正失魂落魄地坐在自己的楼下，便邀请他回到了家中。然而当廖太来关上门后，李秘书却在不停地追问他：你跟这老板讲啥？我无啊。你跟这老板讲啥？我无啊。伊讲我伫保护楼出卖伊。不是我。你就是安尼出卖阿杰的，敢毋是？那是谢老板给我的小费，
原来之前阿杰做了一个局，安排了一个人假装股市大牛，准备坑老狐狸一笔钱。然而警惕的老狐狸却突然询问起了廖太来这个股市大牛的身份。廖太来回忆起这个常客是一个在读的大学生，便如实回答了。我根本不知道我跟你讲唔对什么。你不是好人，不过你甲我当作是查某囝。他想起了和老狐狸的初遇，本来林秘书只是个舞女，因为和老狐狸的儿子生日在同一天，因此被他重用。突然林秘书提起了老狐狸的儿子，儿子觉得父亲干的都是不好的勾当，因此忤逆了他的安排，选择了去国际医疗队，却因此不幸丧生。这也是老狐狸内心深处的痛。林秘书也并没有想要背叛，他只是想用加油站困住华哥，让他没有心思去弄回收厂。如今一切都覆水难收。林秘书离开前告诉了廖太来楼下变凶宅的消息，让他趁机低价购买。廖姐在门后听得一清二楚。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催着父亲去买。房子变便宜了，你赶快去找老吴。人家也在办丧事，关我们屁事！廖姐没有想到，一向温和的廖太来竟然给了自己一巴掌，她气愤地跑出了门，再次遇到了欺负她的同学。这一次廖姐主动迎了上去，站在大块头旁边跟他说了一句话：跟你妈说，常后没有见识。3人忌惮廖姐的朋友竟然直接被他吓唬走了。随后廖姐回到了回收厂，却不慎跌倒在地上，被划伤了手。见到老狐狸后，她执着地坚持要买房子，然而老狐狸却不肯松口。所以老狐狸带着廖姐回家，为她的伤口消毒时，讲述了自己和廖太来的第一次相遇。那一天是廖姐刚出生不久，老狐狸的母亲却去世了。他们在同一个电梯中，廖姐的母亲正在为儿子出生而开心时，廖太来却发现周围压抑的气氛，连忙制止了妻子。善良的他不希望自己的开心刺伤别人。老狐狸意识到廖太来和自己的母亲是同一种人。哪一种人？失败的人。再问我一次，我妈是哪一种人？你妈是哪一种人？在乎别人感受的人。所老狐狸将廖姐送回家的路上，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和廖姐一样到处祈求卖妈妈房子。你真是跟我一模一样啊！才怪！你不是说要跟我一样吗？然而廖姐却否定了，她不要当老狐狸。最终老狐狸同意廖姐将房子卖给廖太来。等待廖姐下车回家后，老狐狸来到了面馆老板家中上香，想要趁机赶着家人离开。谢老板，请你把房子卖给我吧。今麦你给我冲啥过来啊？你给这厝冲吵，今麦在出面要小小要买哦。然而面馆老板的儿子却要用贷款按行情买，凶宅和普通住宅差了200万。老狐狸自然想选择利益那一方，他还是官方的询问了廖太太的意见，果然不出老狐狸所料。廖太太选择让给面馆老板的家人。廖姐得到此事后却非常的愤怒，她直接掀了桌子后骑车离家出走了。廖姐坐在公园中，因为失去了房子痛哭流涕时，一个女人坐在廖姐身边，她特意前来道谢。你是好人，你没有跟我儿子讲闭路电视拍到什么。很显然女人就是同学的母亲。老狐狸提到的女工人，女人刚离开，父亲被找了过来。廖太来表示可以用存来的钱先购买一辆二手车，也可以为父子俩提供暂时的庇护。最近他发现了一个名为懂车帝的汽车资讯平台，这个懂车更懂你的软件，看车、选车、买车以及购买汽车零件，你需要的它都有。廖太太翻出每日实时更新的汽车榜单给儿子过目，销量榜、降价榜一目了然。即便父子俩预算不高，也能很快的找到合适的爱车，因此父子俩默契的原谅了彼此。最终廖姐成长为了一个设计家，她在设计一所房子时，既学会了父亲的为他人考虑，用草壁代替太阳能板，防止影响小朋友在上方看海，也学会了老狐狸的精明，设计了一个半学区的户型，只因为这么盖比较贵。真是老狐狸。